为什么你们听每个教练讲的都不一样？比如说吧，你向我问了一个问题，我给出了一个答案，你问了个别的教练，他又给了你一个答案，你问了个专业队的，他给了你一个答案，你问了个国家队，他给你一个答案，问了个国家队的教练，他又给了你一个答案。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？根本不知道听谁的，你根本不知道谁对谁错，然后你越学越迷糊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个人理解不同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但不是主要因素。好了啊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往前推的一定要凶，一定要蹬抢出去，这一步一定要蹬出去，推就推斜线。为什么？斜线距离长，能把力给发透。你直线的时候，你还得让点点，来扔几个球，棒！这有机会我蹬抢，当打个这个，你怎么顶？你拦得住吗？我这么高的优势，你站中场，我的球这么快，你拦着最多是个挡网，这就得凶抢，拿高点。好了，听着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很多教练是这么教的呀，有错吗？没错。好了，你问个刘教练，比如问了我，又换了个教练问你，刘教练，我在这个位置拿着球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球啊，推直线啊。我刚问那教练说推斜线快，能发上力，得凶得抢。好，你万一被人抽回来，你有没有？当然，你推斜线有可能成功，要是失败呢？你在这个位置蹬抢推，哇，他万一反手抽了你直线怎么办？那是你大空当，你连一点回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这个球推直线，虽然不会产生速胜，但是至少我人也在直线上。你这个球我推完之后，你抓我杀直线 ，OK， 我挡斜线，你上得来吗？我直接就开始抓你下一盘，你杀斜线是吧？我哪怕鱼跃接一下，我接过去，你从底角能上来吗？上不来，我立于不败之地，我的位置好。第三种，你又问了一个教练，那教练说，喂，那个人站那么靠后，你为什么不假推真放？你为什么还要推给他呢？你上去之后，我做个停顿，骗他一下，他上来给你挑完直接干穿他。这三个教练你听了觉得都很有道理，可是你要知道，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了不同的打法，你怎么能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？都对呀。第一种适合什么？一局速胜，你有一定的技术基础，身体能力，适不适合呢？我就打一局，业余球友嘛，我就快凶抢，我你抽过来算你厉害，我不信你下一盘还能。好，我听第一种。第二种属于什么？属于一个防守反击的那种打法。我比较喜欢防守，我比较喜欢接杀，那我起的位置都是要引诱他去进攻的，我得舒服。好，第三种是节奏大师，是看人打球的，我要掌控整场的节奏，我频繁的出现变数，一拍都不让你舒服。那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对的呢？或者说你怎么知道哪个是错的呢？哪个都对。然后就说到教练的理解，每个教练的理解都不一样啊。我就做过这个实验，我跟别的教练也讨论过，我们为一个发力都从物理的角度讲，整瓶子不抢半瓶子晃荡的水平，俩人这个讨论的不一样，最后提了吵半天，最后发现我俩动作是一样的。那不就很简单？来，我说了握拍，哎呦，这个教练告诉我虎口对着拍框，哎呦，这个教练告诉我虎口要对着拍框内侧，你们的教练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好。虎口对拍框是哪？中间当做虎口，中间虎口是圆的呀，中间当虎口不很正常吗？好，对拍框，对准拍框一拿，这个位置，哎，我是说你食指拇指要在拿拍的状态下对准拍框内侧，现在它是一条缝，这条缝对准拍框的内侧一拿，还是这样，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你握出来难道不是一样的吗？明白吗？所以说你们要听的时候一定要听懂这个动作的核心原理是什么。所以我在直播间非常喜欢讲这个，你们如果能闹懂这个，你就能听你所需要的东西，这样就大家就避开了啊。这个每个动作教的不一样，阶段也不一样啊。好了，这个人反手，他认为你啊要找一个简单入门的方式学，他教你反手打身前位的人侧站，啪，看手表捻扇子，吹笛子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身前的反手就是这么打的，用手指发力就可以。身前啊，你大臂抡不了的，
好了，这个教练告诉你了，你得斜着点站，大拇指顶在鞋棱上，你得手臂翻过来打。好了，是侧身位置，那侧身位自然就这么打。好，有人教你了，食指拇指捏两个窄边，窄边当然很简单了，被动位啊，你被动位就是捏两个窄边，靠手臂鞭打发力的。你反手这个球在什么位置啊？不知道。也就是说你还是没闹明白，你只是想立刻就学会反手，但是前提是他的击球点和他的握拍关系你清不清楚？这就是说白了什么？大家现在看到网上很多的教学，可是设计的场景不一样，击球点的不一样，又会决定着握拍的不一样，所以就感觉学起来一头雾水。人在家中躺，球技心中长。